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影片我要离题讲一下我最近在玩的游戏皮克敏。玩了一阵子，发现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资讯，整理在这里给大家参考，也当做自己的记录。第一个，当皮皮的头上是花苞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精华喂它，可以采收2个花瓣。所以我会用搜寻的功能，把花苞状态的皮皮搜寻出来，方便喂食比较特殊或是任务需要的精华。现在这个画面可以长按滑动来选择皮皮，就不用一个一个按。这时我在挑选比较稀有的精华会比较划算。接着长按精华在皮皮的头上移动，皮皮会自己跳起来接住精华，并不需要把精华扔得满地都是。接下来出现的这个是运气好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，就是皮皮的头上会变得非常亮，那你一直点它就可以一直得到花瓣。这个状况好像没有特别的触发条件，完全是随机出现的。第二个是喂精华的时候，到底是要喂5次还是喂6次？我通常的喂法都是第一次花苞的时候会喂特殊的精华，可以拿到双倍的花瓣，后面几次就以喂普通的精华为主。这段影片里面，我刚刚已经有喂过花苞的皮皮了，所以我去搜寻头上已经有花的皮皮出来喂。在搜寻栏直接搜寻，如果您使用的是中文版的，那就是打花朵，就可以找到已经开花而且已经收过花瓣的皮皮。喂完花苞状态的皮皮，拿完2倍的花瓣之后，如果有打算要继续喂，就至少要喂到第5次才划算。原因是我们喂到第5次的时候，可以额外得到10点的友好度。原本喂1次只能得到1点友好度，喂5次就可以得到15点友好度。要填满一个红心需要53点的友好度，要填满一个黄心的数量是红心的4倍。拔完5次之后，皮皮还会维持花朵的状态，数字的地方会显示5/6。再经过2个小时之后，数字又会变成0/0，这个时候又可以再喂了。所以如果是要快速的增加友好度，就建议每2个小时喂5次，不要把皮皮拔到秃头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喂完第5次，拿到额外的10点友好度之后，留着皮皮头上的花瓣不要拔，2个小时之后，当数量变回0/0，这时拔刚刚留下的花瓣就会变成1/6，再喂4个精华就可以拿到额外的10点友好度。如果拔掉第6个花瓣，皮皮就会变成秃头。秃头的皮皮可以待在队伍里走2000步变回叶子，再走2000步变回花苞。如果有时间走路的话，就可以一口气喂6次。在台湾时间的凌晨4点，所有的皮皮都会被重置成叶子的状态。在这个时间点过后，会从登入游戏的时间算起8个小时之后，皮皮又会自动转成花苞的状态。如果不想等这8小时，一样是把皮皮放到队伍里面走2000步，就可以让皮皮变成花苞的状态了。从现在的画面可以看到，除了喂食的时候可以长按精华，收花瓣的时候也可以长按。先点到一个有开花的皮皮之后，移动手指划过所有开花的皮皮，就可以一口气把所有的花瓣收下来了。第3个是当皮皮是叶子状态的时候，喂它们吃普通的白色精华，可以让它们变成花苞的状态。这里我先随便选一只叶子状态的皮皮，然后用白色精华喂它。这个时候如果选的不是白色精华，而是其他精华的话，皮皮就会直接开花，直接略过花苞的阶段。这个直接喂白色精华的方法，可以快速的催熟皮皮，通常是在月初缺任务花瓣的时候会使用。所以在这边我的皮皮变成花苞状态之后，我就去挑我缺的花瓣种类来喂。拿到2倍的特殊花瓣之后，我又换回普通的精华。因为皮皮可以从外面随机捡普通精华回来，相较之下比较不珍贵，所以除了花苞状态以外，我一般都是喂普通的精华。第4个，在商城里面每天都会有一个免费的礼物可以领，还没领的话，右下角的商城按钮就会有礼物的底图。虽然这个免费礼包的内容物很少，通常都是个位数的精华或是个位数的花瓣，但是总比没有好。
身为很穷的新手，什么资源都不能浪费。第5个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免费的探测器可以使用。免费送的这个探测器是没有办法堆叠的，当天一定要用完，不然就会消失。进入地图的画面，点开探测器，就可以看到现在所在的区域有哪些类型的皮皮可以捡。探测器的画面右下角也会提醒你现在使用的是不是免费的探测器。当探测器点开，只有显示一种种类的时候，这个地点称为纯点。像我现在画面上的就是一个餐厅的纯点。当你走到另一个皮皮种类的范围的时候，探测器的画面会自动更新。像我现在的画面变成拉面的纯点。当皮皮的种类名称变成黄色而且打勾的时候，就代表这个种类你已经收集完了。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你的探测器。然后我终于走到我要的地点了，这里可以同时抓到餐厅跟法国面包，所以我就在这里用我的探测器。画面显示我找到4个东西，有可能是花苗或是水果。用探测器扫出来的东西有很高的几率会出明信片，所以记得要派漂亮一点的皮皮去捡。从探险的这个界面来看，我同时扫到了餐厅跟法国面包的花苗，运气还不错。接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用照片取得花苗的方法。先点到日记的页面，然后点右下角 po 图片的这一个选项，就可以从相簿里面选择你想放的照片。要先确认这个图片是没有带定位的，然后点一下第1行的定位点，拉动地图寻找你想要放的位置。我现在放的位置是我前几天有找过的一个面包店的点。照片放的位置不能跟之前放的位置一模一样，也不能距离太近，所以我把我的定位点往旁边再拖一点。选好位置之后，按下右下角的 OK， 我们就会回到刚刚日记的画面，然后按右下角储存，图片就会被上传了。这时再回到探险的页面去找。那这次没有成功，没有出现新的花苗，所以我就把刚刚 po 的这个照片删掉，然后重新 po 一张。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拿到盆子为止。有时候运气不好，要连续 po 5到6次以上才可以拿到盆子。另外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直接在照片里面输入地址确认定位。那我现在还是在用第一个方法，一样在那个面包店附近绕。按下确认之后，一样回到首页，然后看一下探险的位置。这次就出了一个盆子，但它不是面包，所以这个面包店的范围应该蛮小的。还是想要面包的话，就要找其他的点。第7个是目前有4个种类的皮皮可以开启隐藏任务。任务开启的条件是7个颜色的饰品都各要拿到1只。在皮皮种类的页面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任务条。集满每个关卡所需要的分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自己选择1只皮皮去拿金色的礼物箱。我的习惯是每个颜色会留2只，1只就是保留原本的饰品，另1只到时候要去拿隐藏的饰品。多出来的就是要拿来解任务用的。我现在圈的这个紫色跟白色，就是准备要拿来换分数用的。孵出这个种类的皮皮可以拿30分，孵完之后直接放掉可以加5分。如果有把皮皮留着养，喂到4颗红心满去拿饰品的时候，可以拿到分数200分。拿完饰品之后把皮皮放生，可以拿到20分。万步盆孵出来的皮皮拔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到200分，因为已经有饰品，所以放掉可以拿20分。我这里把1只紫色的皮皮喂到4红心满，点礼物盒送它出去拿饰品。如果没有从这个画面点，也可以从探险的页面去选。任务一开始的时候只需要800分就可以升级，随着等级变高，需要的分数也会变多。从第5级开始，每升1级需要5000分，所以拿到这4个种类的花苗，可以先存着不要种。如果花苗的位置不够，可以把它种出来，但是留着饰品的礼物箱不要开，等隐藏任务开启之后再去拿礼物箱，不要浪费那200分。现在皮皮把礼物拿回来了，点开礼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上角出现分数的提示。隐藏任务的等级提升之后，
就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箱子。点进去之后，可以自己选择要用哪一支皮皮去拿这一个特殊饰品。派出皮皮之前一定要先检查，千万不要派到重复的皮皮去拿饰品，因为到比较后面的阶段，一次升级要很多分。皮皮要先拿到普通的饰品，才能派出去拿金色箱子的饰品。没有饰品的皮皮是没有办法被选择的。这边我用红色的厨师帽皮皮去拿特殊饰品，得到了格子花纹的厨师帽。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要怎么选择保留哪些皮皮，那哪些皮皮要被放生呢？先说结论好了，就是先丢路边的皮皮。路边的这个种类没有特别可爱，又随处都捡得到，不管是皮皮的空间满了，还是花苗的空间满了，先丢路边的种类就对了，反正之后还捡得到。把皮皮调整成依据友好度排列，拉到最下方就可以找到刚刚孵出来还没有浪费精华喂食的皮皮。往下拉就可以看到你现在放生它可以拿到什么颜色的花瓣。都没有喂过的皮皮放生就是拿到白色的花瓣，有喂过的皮皮就看喂了什么颜色的花，就可以拿到那个颜色的普通花瓣。放生之前记得到花瓣的地方检查一下花瓣到达上限了没。放生一次会给10个花瓣，如果超出上限，这些花瓣会直接消失。我们回到原本的问题，皮皮满了要怎么办？皮皮一开始的上限是300只，新手时期的话，等拥有280到290只的时候再来烦恼就好。如果有氪金或是种花赚到的金币足够，当然就是花440金币扩充50个位子，持续扩充就可以解决这个位子不够的问题。但如果像我一样是无氪玩家，势必要有所取舍。我自己的做法是所有的花苗通通捡，不管有没有重复都先捡再说。因为派皮皮出去探险可以增加友好度，也有机会可以拿到明信片。没有重复的花苗当然要种，那重复的这些我会先种步数少的，因为种完可以放掉换10个花瓣，走1000步就可以拿到10个花瓣，跟走5000步才能拿到10个花瓣，当然是种步数少的比较划算。步数多的重复的花苗就可以在花苗的位置满的时候直接丢掉了。如果种到没东西种，我还是会种这些步数多的重复的花苗，反正换一点花瓣聊胜于无。而且种出皮皮也是有算成就的，所以基本上我会把所有的花苗全部都种出来再放生。有些种类会有2到3套以上的饰品，我用森林的这个种类举例，这里面分成甲虫跟象石2种饰品，要2种都拿到，花苗的底色才会变成黄底。花苗上会标示这是哪一种饰品，如果确定已经有这个种类，那就算花苗还是显示灰底，还是可以放心的把花苗丢掉，或是孵出皮皮之后就直接放生换花瓣。最后就是每个颜色的皮皮最好都要保留40只，因为带有属性的蘑菇一定要对应颜色的皮皮才能进去打，最高就是可以派40只。如果派的皮皮数量少于35只，拿到的奖励会比较差，也有可能因为攻击力不足而没有办法拿到4星的奖励。除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5个颜色会有属性菇的问题以外，紫色的皮皮是平均攻击力比较高的，适合拿来打属性菇以外的菇。粉红色的皮皮因为移动速度快，适合拿来探险搬东西。所以建议每个颜色都要培养一定数量，玩起来会比较方便。以上就是我的无氪新手玩法分享，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咯。